实验室爆炸，我居然没死。不对，这什么味儿？福尔马林？不是，这是石灰和草药。魂穿，我一个首席法医，竟穿成了古代验尸的。沈烨，出人命了！少卿叫你到正堂验尸，快！我今天轮休。死了人了，谁准你休？走！死了人关我什么事？前世就是知道太多才炸死在实验室的。这辈子我就一个原则，少管闲事，攒钱跑路。少卿，死者是刑部主簿周良，今晨发现于密室之中，门窗皆从内锁死。验尸了没有？仵作来了。沈烨，滚过来验尸！苏捕头，我最近羊癫疯发作，眼神不好。少卿面前，你敢装病？胸口刺入角度向上30度，单刀贯穿，没有防御伤。这是熟人作案，死者毫无防备。等等，我看这些干什么？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啊！血，我晕血。就是大理寺的仵作，笑话，连尸体都不敢碰。给我起来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冷少卿，本官听闻大理寺出了命案，特来协助。赵尚书，大理寺的案子不劳礼部过问。话虽如此，死者是刑部的人，死在你大理寺的地盘上，冷少卿，你不觉得需要给百官一个交代吗？密室杀人，门窗紧锁，外人根本进不来。昨夜值守正堂的只有少卿一人。冷无双，你负冷青山通敌叛国，铁证如山，你不思悔改，一心翻案。今日周良之死，就是你杀人灭口。你借查案之名行凶，这大理寺就是你杀人的屠宰场！杀人偿命，天子庶民同罪，拿下冷无双！大理寺包庇凶手，把他们统统抓起来！谁敢动少卿一步，我砍了他！苏长风拒捕，来人，把大理寺所有人全部拿下，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疯了，全疯了！这群人是要把大理寺彻底除掉，我这个九品小仵作也要跟着陪葬。冷无双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疯了！这群蠢货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密室，大门是重力落栓，只要关门就会自动落下锁死。凶手分明是用冰块顶住了门栓，人走出去关上门，等冰块融化，门栓自己掉进草里，地上的水就是融化的冰块。这么简单的物理延时都看不出来。冰块，这声音是沈烨，我竟然能听到他的心声。看我干什么？看门缝啊，水还在往外渗呢。再过半个时辰水干了，就真成死无对证的悬案了。住手！都给我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冷无双，你死到临头还想耍什么花招？这扇门是自动落栓，凶手用冰块顶住门栓，关门离去。冰融化后，门栓自行落下，地上的水就是铁证。真的掉下去了！少卿说的没错，这就是个假密室。天哪，竟然是冰块！我怎么没想到？这么说，凶手是从外面锁的门。赵尚书，这案子不对劲儿啊！你这是狡辩！就算密室是假的，你怎么证明人不是你杀的？昨夜我与苏捕头一直在后堂核对卷宗，大理寺守卫皆可作证。赵尚书，你这么急着定我的罪，是在替真凶遮掩，还是你就是幕后主使？胡言乱语！我们走。站住！少卿，我突然肚子疼，去上个厕所。派人盯着他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走。要死！这冰山女魔头怎么总盯着我？今晚必须跑路！冰山女魔头让人盯着我，但换班的空档在丑时3刻。城门寅时开，我从东侧水渠翻出去，天亮前就能上官道。江南，我来了！沈烨啊，沈烨，你前世就是太敬业才被炸死的，这辈子记住，命是自己的，案子是别人的。跑！奉命出城办差，让一让。走吧，走吧，出来了，我自由了，老子这辈子再也不验尸。我就出来透个气。站住！大处律，临阵脱逃者斩。少卿，案子破了，我一个九品仵作临什么阵脱什么逃？案子没结，你是关键证人，擅离职守，等同叛逃。我求求你，我就是个验尸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放我走吧。是大理寺少卿，别看，当没看见。签。12个时辰待命，随传随到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误，违者以军法乱处。这是卖身契啊！做我的专属仵作，或者死，选。我选辞官，我不干了。沈烨，辞官的折子要少卿批，你猜他会不会批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前世加班被害死，这辈子签生死状加班。老天爷，你是不是跟我有仇？签了，行了吧？我签了。明日卯时，正堂验尸，迟到1刻，军棍20。江南的宅子，我的退休生活，
全没了。这人是不是疯了？大理寺少妻亲自点名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，给那个活阎王当差，不如死了算了。沈燕，你记住，签了契不代表卖了命，少说话，少表现，混日子，等契约到期就跑，绝对不能让他发现我真正的本事。冰块融化的推理，不是巧合。沈燕，你到底藏了多少东西？冷面女罗刹，连007都没这么狠，天天盯着我验尸。等老子攒够路费，立马炒了你跑路。炒了我，攒路费跑路，你休想！把那10卷陈年旧案拿过来，让他今天全部抄述一遍。少卿，这10卷加起来有上万字，他还要验尸，这手不得废了？少卿大人，我只是个9品小武术啊，我的手已经抖得拿不住刀了，您这是要我的命啊！少卿太狠了，这是要把沈武术活活累死啊！嫌多，那就再加10卷，抄不完，今晚不准吃饭，不准睡觉。我不干了，老子要罢工！这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你小声点儿，被少卿听到，直接送你军棍20。军棍就军棍，打死我算了，也比被他用工作罚死强。哎呀，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了那个女魔头。这小子活不过3天。看来你还有力气大喊大叫。死女人，变态狂！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把江南的宅子买好，我连夜买站票走人，让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大理寺的仵作。字迹潦草，这页重抄。我写的这么工整，你凭什么撕了？你这是公报私仇！在大理寺，我的话就是规矩，继续抄，或者去大牢里抄。我忍，等我拿到钱，我第一个买药毒死你。毒死我，你能一眼看穿机关的断案神技，还有我能听到你心声的秘密，本司机还没查明白，想跑门儿都没有。天火降世了，老天爷开眼了，活人走着走着就烧起来了，我亲眼看见的，凭空着的火。诸位同僚，这已经是本月第3起天火焚身了，上天降罚，必有妖孽祸乱朝纲。尚书大人说的对，大理寺那个女人掌刑狱以来，天怒人怨，冷无双逆天而行，苍天示警，再不罢免他，大楚要亡。求老天爷开恩，把那妖女赶出京城吧！苏部长，我闻到这味儿就犯恶心，真的生理性的。少废话，验。白磷，衣服内衬涂了白磷，体温加上走路摩擦升温到40度就自燃。这玩意儿前世高中化学课本都有，装什么天火？一群文盲。白磷，摩擦生热，40度自燃。冷少卿，你来的正好，天火烧人，你大理寺查得了吗？还是说这火就是冲你来的？赵尚书，你倒是来得比我还快。老夫路过，亲眼所见，活人凭空起火，浑身烈焰，惨叫倒地，这不是天谴是什么？冷无双，你还要查什么？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你赶紧滚出大理寺！少卿，我脖子要断了。你来破？我不会，我就是个验尸的，天火这种事儿我怎么破？我又不是神仙。破不了，你就跟这具尸体作伴。你这是滥用职权，我要告你！哎呦，告，去阎王点告。诸位看看，大理寺的人自己都怕天火，连个仵作都吓成这样，这案子他们查得了吗？大理寺就这点本事，那仵作裤子都快尿了吧？行，你们逼我的，老子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科学。给我找一件同样布料的衣服来，再给我一盆冷水，一盆热水。苏长风，照办。哦，这废物仵作还想翻天不成？白磷，老子前世验过17起白磷案，今天就让你赵天吉的天谴论当场变成笑话。他的手不抖了，这个平时连尸体都不敢碰的废物，眼神变了。白磷纯度还不低，这年头能搞到这种东西的，不是药行就是矿场，来源一查一个准。冷少卿，你让一个连血都不敢看的废物来查天火，大理寺的脸面今天算是丢尽了。那仵作蹲那干嘛呢？给尸体磕头呢？他不是晕血吗？别一会儿又躺下了。白磷，他刚才心里说的是白磷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苏捕头，热水拿过来。你要干嘛？
倒一点在地上，就倒一点。又着了！都看清楚了，这不是什么天火，这是药粉，遇热就着。荒唐！你一个九品仵作，在这里装神弄鬼！死者的衣服内衬涂了这种药粉，人穿上衣服走路，体温加上摩擦升温，药粉到了燃点自己就着了。什么天谴，什么神法，有人在衣服里下了毒！一派胡言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药粉能烧死人？你要证据，我现场给你做。他的手验尸时抖得握不住刀的手，现在一点都不抖。这套手法不像武僧，像是做过成百上千次。赵尚书，衣服涂好了，你要不要穿上走2步，走个100步，保你浑身冒烟。放肆！你让本官穿！不敢穿，那我换个法子。苏捕头，把那盆热水端过来，从衣服上面浇下去，所有人退后10步。少卿，照做，所有人退后。本官倒要看看你能变出什么花样。浇！烧起来了，真烧起来了！不是天火，是衣服里的药。他说的是真的，这真是人为的。赵尚书，你说的天谴呢？这不过是江湖杂耍，一个仵作耍的把戏，能当堂上证据？赵尚书，这药粉从死者衣服上刮下来的，你说是天火，天火怎么只烧衣服内衬？天上的火还知道先涂在布料里头再点。对呀，天火凭什么只烧衣服里面？是不是有人在衣服里动了手脚？冷无双，你大理寺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玩火惑众！赵尚书，3具焦尸，衣物内衬都有同样的药粉，这是物证，不是杂耍。你赵尚书在现场比我到的还快，对天火的说辞比我查案还熟。这药粉从哪儿来的？赵尚书要不要帮大理寺查一查？冷无双，你等着，这件事没完！沈燕，你刚才那套手法，你真是仵作。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我以前在老家见过货郎玩火把戏，学了2手。什么货郎能把粉末压进布料纤维里？你那手法连太医院的药师都做不出来。苏捕头，你别吓我，我真就是个仵作，技术含量不高的那种。这双手粘粉、涂抹、控制用量，每一步都精确到不多不少。他说的实验室40度自然、白磷，这些又是什么？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？我说了，老家货郎。我再问一次，从哪儿学的？少卿，我家祖上开药铺的，懂一些乱七八糟的偏方，真的。他在说谎，眼神往左上方飘，呼吸频率加快，左手无疑是攥紧袖口，全是说谎的特征。苏长风，带人封锁柳记药行，天火案用的药粉，查源头。是。今晚不准出大理寺，有事。又有事儿？上次有事儿我差点被砍。完了，他看我的眼神变了，以前是看一条工具狗，现在是看一个有秘密的工具狗。沈燕，你这张嘴迟早害死你自己。走了，回去写验尸报告。我刚救了整个大理寺的脸面，就不能让我歇一天？歇什么歇？少卿说了，今晚有用，你就老老实实等着。上辈子加班加到爆炸，这辈子加班被累死。老天爷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死？一个9品仵作居然知道白磷，大人要不要查？给我查这个沈燕的底，他是从何人在哪里学的这些本事，全部查清楚。查不出来就让他消失。白磷的货源查到了，西坊柳记药行，幕后东家是这座宅子的主人礼部侍郎周鹤年。周鹤年，赵天齐的人。3起天火案用的白磷全从柳记出货，账册就在他书房暗格里。所以你半夜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，是要我跟你翻墙偷证据？我一个验尸的，干嘛要来？苏长风，你守后门，有人跑出来拦住。是。等等，苏捕头不进去，就我俩。上来。少卿，我是仵作，翻墙入室这种事儿不在我业务范围内。少废话，上！苏长风，你手往哪儿放呢？闭嘴！再叫，守卫听见，你第一个死。好家伙，这宅子巡卫比大理寺还多，区一个侍郎养这么多死兵，不心虚吗？跟紧我，落地别出声。什么动静？东墙那边，过去看看。少卿，书房暗格在哪儿？你去翻那排柜子，找药行出货的账本。长什么样？柳记的账封皮用青布包边，上面盖柳字戳印。走，东院挨个查，有人翻墙进来了。进去。等等，这塞不下2个人。黑，太黑了。这破柜子不会有老鼠吧？我前世被锁过太平间一整夜，那个阴影到现在都没消。这个朝代有没有鬼啊？有没有人给个准话？闭嘴！少卿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一到黑的地方就控制不住，嘴会自己说话。再说1个字，我现在就把你塞进那具焦尸的棺材里，比这儿黑10倍。
这件查了没？没有，翻翻柜子。他的手好硬，掌心全是茧子，一道一道的，常年握刀磨出来的。我前世见过那么多刑警，没一个手上茧子比他厚。这柜子，快过来，需要有脚印。心跳好快，这是他的还是我的？贴得太近了，根本分不清。他身上没有脂粉味儿，是刀鞘上的铁锈味儿。这个混账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少卿，你手劲比我前世见过的格斗冠军都大。前世？前辈，我师傅，我说我师傅。你师傅是格斗冠军？民间说法就是很厉害的意思。格斗冠军，实验室，40度自然。他嘴里隔三差五蹦出来的词，没有一个属于这个世的。来了，这个人走路没有声音，步幅均匀，重心压得极低，受过专业训练，不是假定，是杀手一类的角色。蹲下。他要破柜子出去，他要动手了。这个力度，他是真把我当沙袋摁啊！快，太快了！前世的专业格斗家跟他比就是慢动作回放。文书交出来！他要毁东西，吐出来！死了，咬毒自尽，嘴角发黑，鹤顶红。周鹤年跟北边走私白绫的账目，数量够烧半个京城。书房有动静，围上去。少卿，外面少说20个，怎么走？你跳下去，往东墙跑。苏长风在后门接应。那你呢？文书比命重要。好。他一个人断后，对面20多个人，他疯了！跑啊，沈燕！你前世就是因为多管闲事被炸死的，跑！操！别过来！大理寺本，放下武器！不是让你跑，我跑了，跑到一半腿抽筋了，只能往回走。腿抽筋往回走，说谎都不过脑子。你怎么跑回来了？少卿不是让你先撤？别问了，走，赶紧走。白绫走私账册，3起天火案的出货记录全在里面，够定周鹤年的罪。属下这就去拿人。明天，今晚先把证据誊抄3份，分存3处。是。少卿，验尸报告我回去就写，求你别再加活了。干得不错，赏你的。10两金子，按这个朝代的物价，折白银100两，100两。我在江南看中那个带院子的宅子，只要80两，这一定比我半年俸禄都多。冷无双，你个冰山女魔头，你怎么不早赏？早知道有金子拿，你让我翻10个墙我都翻。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少卿大人万岁！万岁都喊出来了，一定金子就把命卖了。不行，不能放怀里。苏长风那个莽夫老拍我胸口，万一拍掉了怎么办？放靴子里，走路硌脚，缝进内衬里。对，今晚就放。站门槛上干什么？进来坐。少卿有什么吩咐？看看这张脸，半刻钟前还嚷着辞官跑路，一定金子就做得比谁都端正。你左臂的伤，去找苏长风拿药包扎，明天卯时验尸房见。小伤不碍事。少卿，你的手臂才要紧，血都渗出来了。闭嘴，沈燕！你跟他又不熟，拿了金子就走，别多嘴，多嘴多事是你前世的死心。走吧。少卿，今天那个黑衣人，20多个巡工围你，你一个人扛着。以后这种事儿你提前说一声，我跑的时候也好规划路线。规划路线？你明明折回来。知道了。沈燕，你记住，金子是金子，命是命。他给你金子是因为你有用，不是因为他在乎你。别犯傻，攒够钱就跑。少卿，江面出事了，运送官银的曹船昨夜飘到了渡口，船上6名押运官全砍了脑袋，一颗都没找着。无头尸6具，我啃个馒头都不碍事。备马车去江边。沈燕，跟我走。少卿，我晕船，一上船就吐，真吐不是装的。苏长风，走吧，您累。我不去，真晕。上次坐渡船我吐了3天。出发。
停车！我要死了！一个仵作，连马车都坐不住。仵作又不是铁打的。擦擦，别弄脏了我的车。冷面女夜叉居然会心疼人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谁心疼他了？车厢里全是味道，我受不了。谢谢少卿。别谢，到了把帕子洗干净还我。行吧，连手帕都要还，铁公鸡。不过这帕子上有股淡淡的皂角味，比铁锈味好闻多了。这混账的心声能不能正常一点？哟，冷少卿大驾光临，我还以为大理寺忙着查天火案呢，没工夫管这桩了。天火案都拿出来堵嘴了，刑部和赵天驹穿一条裤子，这回又来。曹传命案，大理寺有权查验，让开。少卿别急嘛，刑部奉旨先行封锁现场，该查的我们已经查了。结论呢？6名押运官脑袋全部见了，船舱里3万两官银，一文不少，不图财，杀人不取头。冷少卿，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？兄弟们脑袋全没了，是鬼啊！船昨晚飘过来的时候，江面上全是绿光。各位父老乡亲都看到了，这艘船邪门的很，6条人命，天降横祸。天降横祸，需要刀，需要力气，需要时间。6个运官不是纸糊的鬼，拿什么干？这刑前的定性太快了，我闻到味。我要登船查呀！少卿，船上不详，上去的差役有3个当场吐血，2个发了邪病。我让开！少卿非要上，那我拦不住。出了事儿，别怪刑部没提醒。少卿，甲板洗板洗过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船舱也是干干净净，连个脚印都没留。水这么干净，6个人被杀，大洞变2遍根本洗不去干净，除非反复刷洗不下10遍。这不是仓促灭迹，是有计划的。沈燕，你看出什么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看出来，太干净了。闭嘴，沈燕，你说出来就得干活，装傻装到底。冷少卿，查够了没有？本官说过，这船上什么都没有。本官奉刑部尚书之命，这艘船存在安全隐患，必须即刻焚毁，以安民心。你说什么？刑部公函白纸黑字，禁军听令，烧了这艘船。他们真要烧，上面还有6具尸体，证据全在船上。他们要的就是毁掉证据。烧了好，省得闹鬼。对，赶紧烧。谁敢上船？大理寺的人抗旨，弟兄们别停！挡不住，苏长风一个人不够，但这船上的东西不能毁。少卿，不能拔剑，抗旨是杀头的罪。证据毁了，冤案永远查不清。这条命我认了。他疯了，他真要拔剑！30个禁军加上抗旨的罪名，他今天死在这儿都没人收尸。松手！你把剑收回去！沈燕，拔剑就是送死，死了谁替你查案？幸好上次封药行顺了点材料，这几天偷偷配了几瓶。是什么人？拿的什么东西？烧船！钱大人，你们这哪是安民心？你们是想毁尸灭迹吧？放肆！你一个小仵作，敢血口喷人！这船上有没有证据？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我说了算。钱大人要是心里没鬼，给我半炷香，我让这甲板自己开口说话。甲板开口说话，你再把火灭了！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科学的凝视。沈燕啊，沈燕，你又管闲事了。行吧，都走到这步了，卢米诺，该你上场了。灭火！所有火把全灭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小仵作也敢命令禁军？沈燕是吧？半炷香是你自己说的，变不出花来，本官以妖言惑众之罪，连你带冷少卿一块办了。办就办，老子前世在实验室熬了多少通宵，今天这点场面还吓不住我。你确定？少卿，信我一次。信他？我连他是什么人都不知道。大理寺查案，灭火，抗命者格杀。哼！苏捕头，船舱窗户全遮上，一丝光都不能漏。少卿，照做。装神弄鬼，大理寺查案靠变戏法了。叫吧，使劲叫，等会儿有你哭的。配比没问题，血熊蛋白催化、过氧化样氧雾化罗梅宁，就一次机会，不能搞砸。血熊蛋白催化剂，一个字都听不懂。钱大人，你说这甲板洗干净了，什么都没有？本来就什么都没有。那您睁大眼睛看好了。鬼火！鬼火啊！校尉，船上有鬼！这少卿，这该不会真是血？没文化真可怕。卢米诺反应懂不懂？洗涤有用，还要法丁干嘛？你们把这甲板刨了重铺一层，
血溶蛋白渗进木纹里，照样给你发光。这不是那个在城门口哭着求饶的人。这是什么妖术？钱大人，这不是妖术，这是血，被洗了10几遍的血，6个押运官的血，血镜是永远洗不掉的。荒唐！谁知道你往甲板上泼了什么？分明是你自己弄上去的。我弄的。钱大人看仔细了，这光是从木板缝里往外渗的，往上泼药水，泼得进木纹里头吗？再看这个弧度，人的脖子被砍断，大动脉跟着心脏最后几下波动往外喷血，跪着被砍，喷射角度从低到高，这个弧度，这个距离，一刀一个样，伪造不了。那6道拖痕，宽度跟成年男人肩膀一样。有人把6具尸体从船舱拖出来，在甲板上按着跪好，逐个砍头，砍完了，把甲板刷了10几遍。钱大人，您说这船刑部查过了，查过了，怎么靴底踩了一脚死人血？胡说！我上船查看现场，踩到血迹有什么奇怪的？踩到的，甲板上的血被人刷了10几遍，肉眼根本看不见。一个正常查案的人不知道哪有落脚，靴底沾的应该是03几个点，可钱大人您这靴底整个脚掌全亮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您踩上去的时候血还是新鲜的，没洗没干。他踩过死人的血，新鲜的血！你一个9品仵作也敢？大人，看来这冤魂跟您很熟啊。乾坤，自己交代，还是让大理院帮你交代？老无双，你没有权利抓我，我是刑部侍郎，我要见赵尚书。苏长风，跪下！少卿，活干完了，能回去补觉了吗？一眨眼又缩回去了。蓝光里站着的那个人和眼前这个缩脖子喊补觉的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？乾坤，你只是条狗，我要的是牵你绳子的人，说出来，留你全尸。又出风头了，赵天劫的人肯定已经盯上我了。从今天起，安全系数工龄跑不掉了。沈燕，在。回去写验尸报告，明天卯时完整的血迹绿布图。卯时，少卿，现在都子时了，画不完扣俸禄。少卿，我刚给你破了这么大的案子，能不能有点人情味儿？怀里揣着10两金子，还要什么人情味儿？老无双，你个黑心老板，等我攒够钱，一定跑。昨晚谁值的夜？苏捕头，小的亥时还巡过一趟，他活得好好的，子时换班就成这样了。牢门一直锁着，钥匙就在小的身上，没人进去过。锁着的，人自己把自己吊上去的。少卿，这人都硬了，验不验都一样，畏罪8嘛。验。好的。完了，昨晚化血迹滑下到银石，眼睛还没合上又得验尸。老无双，你是铁做的吗？把人放下来。不对。致死的勒痕应该是倒 V 型，着力点在耳后。这条勒痕是水平的，力道均匀，不是上吊，是被人从背后勒死再挂上去的。沈燕，你看出什么了？没看出什么，挺正常的，畏罪88嘛。勒痕是平的。他怎么也看出来了？不对，是我心里想的，他又听见了。把尸体带回大理寺，仔细验。少卿，卯时之前，我要结果。口腔黏膜有轻微腐蚀痕迹。嘴唇内侧有细小溃疡，不是急性中毒，是慢性的。有人在他饭菜里下了毒，至少连续投了3到5天。等毒素累积到足够剂量，趁他昏迷时勒死挂上去。少卿，这人不是病。继续。有人在他吃的东西里下了慢性毒药，少说3、5天，人毒晕了再勒死，挂上横铃伪装上吊。天牢的饭菜都是统一送的，谁能下毒？这就不是我该操心的了吧？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。验完了，指甲缝里那堆土才是重点，灰黄色，含住朱砂和石灰的混合物。这不是普通泥巴，这种配方只有皇家陵墓封土才用。乾坤一个刑部侍郎，指甲缝里塞满了皇陵封土，他去皇陵干什么？他指甲里的东西取出来。这土不是普通的土，里面有朱砂和石灰，按这个配比，皇陵封土。你怎么知道？10年前，我父亲被押往皇陵跪罪时，膝盖上沾的就是这种土。皇陵10年前的冤案，赵天机、乾坤全连上了。赵天机在皇陵藏了东西，乾坤知道太多，
所以必须死。苏长风，天牢近5日送饭的差役名单，半个时辰内拿到。是。他又蹦上了，每次跟他爹的案子沾边，整个人就像把刀，随时要出鞘砍人。少卿，这个你收好。你今天话很多啊，我话多吗？正常发挥啊！我废什么话？赶紧干完，赶紧睡觉。验尸报告5时之前。少卿，我真的3天没睡了，你倒是听我把话说完啊！冷少卿，昨夜码头一战，少卿以一己之力扳倒前叛，末将佩服。这把刀是西域云铁所铸，配少卿正合适。秦统领，无功不受禄。少卿客气，末将仰慕少卿已久，一直没找到机会亲近，今日冒昧，还望赏脸。亲近？你一个禁军统领跑大理寺献刀，当这是青楼点花魁呢？少卿，朝中局势不稳，禁军随时可以为大理寺调拨人手。少卿若有需要，一句话的事。大理寺的事，大理寺自己能办。少卿独立支撑太辛苦了，末将手下3000精兵，随时听候差遣。3000精兵，把家底都亮出来了，像个开屏孔雀。老板，你瞎吗？看不出他别有用心。秦统领的好意我记下了，刀就不必了。少卿先看看成色，云铁千锤百炼，削铁如泥。莫佐特意找了铸刀名家，还展示一把破刀，至于吗？我给他验了多少具尸体，他都没这么客气的跟我说过话。那是谁？没谁，我路过的。写报告呢。你就是那个仵作，昨晚码头上用妖术书写的？那不是妖术，那是……少卿手下有能人，不过仵作的手段唬住百姓可以，到了朝堂上还得靠刀。唬百姓？你昨晚不在场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那破刀能验出慢性毒药，能验出黄陵风土。秦统领，验尸查案靠的是证据，不是刀。大理寺的人和大理寺的事，不劳您操心。少卿说的对，是末将逾越了，告辞。小五说，码头上的事传遍了京城，树大招风，小心点。这是使我，这献刀又献殷勤的，他到底什么来头？报告呢？5时之前重写。我的天！写的时候别蹲在柱子后面，对腰不好。我没蹲，我在找光线，那个位置采光好。他知道我偷看，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丢人丢到家了。开屏孔雀，他倒会形容。查到了，近5天给前金送饭的差役叫李德，3天前突然告假回乡，人已经不见了，跑了。追了，在城南官道水沟里找到他的尸体，脖子断的。灭口灭得真干净，钱错死了，送饭的也死了，线索全断。赵天吉要把所有活口都清掉，今天秦风来的时机也太巧了。苏捕头，秦风这个人你了解多少？禁军统领，怎么突然问他？他今天跑来给少卿献刀，前脚钱崇被灭口，后脚他来示好，你不觉得巧？秦风3年前升的统领，据说是赵天吉一手提拔的，不过他面上跟赵天吉保持距离，朝中风评不错。赵天吉提拔的禁军统领，跑来讨好冷无双，要么是真叛变，要么是打入内部的棋子。不管哪种，这人危险。他今天说的话，你帮我带给少卿，就说。算了，别说了。报告我写完放桌上。沈燕，你是不是吃？吃什么吃啊？我饿了。你能不能给我带个馒头？行，馒头我去拿。酸成这样还嘴硬。皇陵，赵天吉在皇陵到底藏了什么？乾坤死了，线索断了，除非去皇陵亲眼看一趟。这钱本来是跑路用的，现在倒好，越陷越深。他收不收刀关我什么事？但那个秦风确实有问题，赵天吉的人死了2个，他派禁军统领来示好，这步棋太明显了。冷无双身边得有人盯着，不是我是说专业角度。报告写完了。快了，马上。馒头，苏长风让我顺路带的。苏长风让你带的？苏长风，你个叛徒！皇陵风土的分析写得很详细。那当然，我好歹后天祭祖大典，百官入皇陵。你想借祭典进皇陵查？赵天吉不会给我第2次机会。他要去皇陵，赵天吉的地盘。秦风今天刚来探过底，这是虎口。少卿，秦风这个人你别信。为什么？
他是赵天吉提拔的，今天来献刀，时机太巧了。乾坤前脚死，他后道就来示好。我要是赵天吉，你派一个亲信来试探跟对手的虚实。对，你今天没有摸鱼啊？从验尸到现在，你一句想跑的话都没说。我那是忙的，没工夫想别的。不是因为你，闭嘴！绝对不是因为担心你去皇陵有危险。吃完馒头继续写皇陵封土的成分，我需要更详细的数据，你分析得出来吗？废话，给我材料3个时辰够了。那把刀我没收，我用惯了自己的剑。他特意回来说这个，别笑，一个馒头而已，吃你的馒头，写你的报告。少卿，我穿这个像富商吗？像个偷了主人衣服的家奴。行吧，你穿男装英俊潇洒，我穿锦袍就是猴穿衣裳。认了。进去之后，你是我带的账房先生，不该说的话一个字不要开口。得嘞，哑巴我最擅长。黑市，前世刷了那么多纪录片都没亲身去过，今天倒长见识了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活着长到明天。会活着出来。你又听见了？走了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连心里求个生都被窃听。少卿，这是从乾坤书房搜出的黑市通行令，城南暗桩确认过，今夜有大宗交易，黑市会开。你带人守外围，若半个时辰后我们没出来，我带人杀进去。不，你带着之前所有卷宗，直接进宫面圣。少卿，这是命令，卷宗比人重要。他连后事都安排好了，这趟到底多危险？跟紧我。少卿，我突然肚子不太舒服，要不我在外面等。忍着。令牌。钱大人的朋友来看货。钱大人？哪个钱大人？你觉得拿着这块令牌的人需要跟你解释？这位是账房的，我是账。我的人。问完了，进去吧。规矩懂的，进去之后出了事没人管。出了事没人管，太好了，我心态非常稳定。这地方在地下多深？闭嘴，用眼睛看。看什么？墙上全是血，地下隔音隐蔽，出了人命往暗河一扔，连尸体都找不到，够专业的。左边那排瓷瓶，白色粉末，记录均匀，微带黄光，白磷。跟长安街焚尸案用的一模一样。旁边灰色那瓶是硫磺粉，再过去2罐浑白色结晶体，消失。靠墙的几箱灵箱、几箱零件不是弩箭的，是火器激发装置的部件。白磷、消失硫磺造爆药，赵天机在囤军火，准备的不是小打小闹。郑掌柜。生面孔，什么来路？钱聪的路子，他最近不方便出面，让我替他收一批货。钱大人的事我听说了，死在天牢里，挺惨的。你拿着死人的令牌找我，胆子不小。他知道钱死了，在试探。令牌是真的，银子也是真的。钱大人虽然不在了，他背后的人还在。郑掌柜做的是生意，管谁拿钱来？要什么货？不急，先问个事儿。上个月曹船上那批官银5000两，全走了你这儿，我想看看流水。什么官银？我这儿不收官银。上面的注一章还在，户部官银3年前新铸，专供漕运，6个押运官死了，银子没了。郑掌柜是说这银子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你到底什么人？给你送钱的人，账本拿出来，今天的交易翻倍，不拿那就不是做生意了。去把去年秋到今年春的流水本子拿来，带他们去后堂看。这么顺利，不对劲，太顺了。账本都在这儿了，你们慢慢看，我在外面候着。他放我们进来看账本，不怕我们是官府的人。他在等人。等谁？能让他把账本摊开的，
只有他真正的主子。他在确认我们身份，同时往后面递消息。所以我们是自投罗网。冷无双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没病，时间不多，过来帮我看。迷心散、致幻毒药、火器加致幻毒药。赵天吉在准备大规模突袭。经手人周鹤年就是密室案那个周良的叔父，一条线全串起来了。冷家通敌案的伪证、信函、私印、笔记，全是从这儿定做的。赵天吉花了300两银子，买了一套伪造文书，害死了冷家满门。300两，一家人的命就300两。300两。少卿，走，带着这个走。等一下，你听，来了，他等的人到了。门口。二位，对不住了，赵大人说了，进了这个门的人没有活着出去的。你从一开始就在拖时间。钱村死了不到3天，就有人拿着他的令牌来翻账。赵大人猜到大理寺会来，让我在这儿候着。罗网，冷少卿认识就好。罗网的规矩，灭口不留样，尸体沉暗河。二位配合的话，死的能痛快点儿。12个杀手，1扇门，3面墙，身后是死路，完了。账册塞进衣服里，贴着肚子。等会儿我开路，你往左跑，走廊尽头有暗河出水口。你一个人挡12个，挡得住。挡不住。我前世见过太多人这么说，挡着挡着人就没了。账本出不去，我父亲的冤案就永远是冤案。这个女人每次一提他爹就六亲不认。少卿，左边，把账房烧了也行，一本都别留。这些纸全是证据，不能烧。暗河出水口在走廊尽头，如果他能撕开一个口子，沈烨，跑！让开！还有，贴墙。石壁渗水，厚度不超过半尺。如果能炸开，交易大厅桌上那些东西，白磷、硫磺粉、硝石，够了。别打了，跟我走。放手！大厅桌上有白磷和硝石，我能炸开那面墙。你确定？不确定，但留在这儿，被18人砍成肉泥是板上钉钉的。我挡着，你去拿。够了，走。少卿，这东西一点着，你有3息的时间拉着我跳进水里。3息，3息够了。站住！3息够个屁！人的反应时间至少要2息，留给跳水只剩1息。他要是迟了半死，我们俩都得被扎进墙里。跳！